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？他不爱说话，却总让你觉得他什么都知道。他看起来随和，却让人不敢轻视。他从不急不吵，但每一次出手，都能在无声之中改变局势。这样的人看似平凡，实则深不可测。他们的世界没有情绪的起伏，却藏着无数冷静的判断与精密的布局。有人说，最可怕的对手不是会发脾气的人，而是那个笑住沉默却什么都知道的人。真正沉得住气、藏得够深的人到底有多厉害？5种迹象，只要有其中1种迹象，就该知道这人深不可测。1. 表面温和，暗中观察。他们不急着出手，但从不放过任何细节。一般人面对冒犯，习惯用情绪做及时反应，吵架、反驳、抱怨。然而，这在真正的高手看来，是最低级、最廉价的报复。因为情绪波动会暴露你的弱点，让你失去主导权。在一家外资公司，新人小李在会议上不慎将一份关键报告的错误归咎于资深的周经理。周经理当众被老板点名批评，脸色丝毫未变，语气平静地对小李说：“没事，你先忙你的。”周经理没有辩解，也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周经理与小李的互动如常，甚至偶尔会教他一些工作技巧。小李以为周经理大度，很快就松懈了。但1个月后，在部门汇报中，周经理提出了一项流程优化建议。表面上这项建议是为了提高整体效率，但实际上他针对的正是小李平日里最容易忽略的那个环节。新流程一旦实施，小李的工作量几乎增加了1倍。小李每天都得反复检查细节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出错。这不是报复，而是一种带着智慧的提醒。真正有城府的人不靠情绪解决问题，他们用制度、用策略让对方在无声中学会尊重。这就是有深度的人最可怕的地方。他们表面平静，内心却极其清醒。他们不在乎一时的输赢，他们关心的是整个局势的走向。在他们眼里，情绪是最低级的反击，理智才是最高级的防御。被人冒犯时，他们不会立刻翻脸，不会摔门走人，也不会用吵架来证明自己。他们选择观察、记录、等待。一旦时机成熟，那一击总是干净利落，毫无烟火，让人无法反驳，也无法再犯同样的错。这就是深藏不露的第1层智慧。不动声色的反击是聪明人的武器。2. 话少的人往往藏着最深的计算。心理学家曾说过，越爱说的人越容易暴露弱点，越安静的人越懂掌控节奏。真正深沉的人惜言如金，他们不乱发牢骚，不轻易表态，更不炫耀成就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说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事情，而做才是最有分量的东西。公司技术部的老陈是个话少得出名的人。有次开会，大家都在为技术路线吵得脸红脖子粗。你一句要用方案1，我一句方案2才稳，场面像辩论赛。只有老陈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低着头在笔记本上默默记着什么。有人暗地里笑他，这老陈是不是听不懂？年纪大了，跟不上节奏了吧？老板要求大家讨论出最终方案时，老陈没有废话的直接分析大家争论的重点和漏洞，整理得一清二楚，还提出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第3种方案。第3种既避开了技术瓶颈，又能省下不少成本。老板对老陈能力赞誉有加。真正的聪明人不是抢着发言，而是等风声过后再出手。他们懂得让别人先说完，因为在倾听的过程中，他们在读你的表情、情绪、语气、韵望。当别人觉得自己在主导话题时，其实整个谈话的节奏早已在他手中，因为他知道后发制人才是最稳的智慧。3. 笑的礼貌，但不让人靠近。很多人误以为深沉的人一定冷漠，其实恰恰相反，他们往往更懂礼，更有分寸。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笑，什么时候该沉默，知道何时应该退一步，
何时该推进一步。他们从不口出狂言，也不随便树敌。即使你得罪了他，他也会面带微笑说一句没关系。但你若真信了这句话，就太天真了。在他心里，你早已被放进观察名单。这样的人脸上永远带着笑，可你永远看不出那笑里有几分真诚。你觉得他友好，却怎么都走不进他的心。这正是他们的高明之处。他们懂得让人舒服，却不让人熟悉。他们的礼数不是单纯的客气，而是一种防御与掌控。他会说谢谢，会请你吃饭，会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温度与诚意，但这一切都经过精密计算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示好，什么时候该退让，什么时候让你感动，又什么时候让你心生愧疚。表面和气，实则克制，给你温度，也画出距离。4. 低调是最强的保护色。很多人炫耀是为了得到认可，而真正深沉厉害的人早就不需要外界的认可。他们赚了钱不说，升了职不宣传，买了车不炫耀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旦你炫耀，别人就会开始比较、嫉妒、计算。这些无形的能量会成为人生的风险。真正聪明的人宁愿被误会成普通人，也不愿让人看穿自己的底牌。一位叫阿允的年轻人在夜市卖卤味，他穿着简单，看起来像普通小摊贩。没人知道他其实早已开了3家连锁分店，只是每天仍然亲自出摊。有人问他：你这么成功，为什么不开名车？阿允笑着说：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成功了。他说的不是谦虚，而是智慧。低调让他远离了嫉妒、陷阱与虚假的朋友。他深知，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藏得够深，让别人只看见你的能力，而不是看见你的钱包。5. 情绪稳定是最强大的武器。深沉的人不等于阴险，他真正的核心是稳。越厉害的人越不被情绪左右。他们不会因别人的一句话就暴怒，也不会因一时的得失就焦躁。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，能控制情绪的人才能控制结果。当别人在争吵，深沉的人在观察；当别人在抱怨，深沉的人在思考；当别人在情绪中失控，深沉的人在进进布局。有一次公司临时开会，某位同事因为被批评而当场拍桌离席，阿哲却依旧平静，笔记没停，甚至还替对方圆场。1个月后，那位情绪化的同事被调职，而阿哲成了临时负责人。人际场上输的永远是太快的人，而赢的永远是能等的人。能控制情绪的人看起来温和，其实内心有如钢铁。他们懂得一个道理，动怒是一种失控，而冷静才是力量。深沉的人不代表阴险，有时候这只是成年人世界的一种生存方式。他们不是要害人，而是懂得不让自己再被害。他们知道善良要有锋芒，真诚要有界限。你可以不争，但不能被踩；你可以低调，但不能被轻视。当你能把情绪收回，把锋芒藏起，把布局放远，你就会发现人生的局其实早就在你的掌控之中。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最会说的，而是最会藏的。他们沉得住气，看得透人心，表面无波无澜，实则深不可测。所以下一次当你遇到那种不慌不忙、话不多的人，别轻易试探，因为他可能早已看透你。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？